花莲是台湾东部一块与大自然紧密相应的土地，有壮阔的山脉、湛蓝的海岸和那些努力生活的人们。但自从去年经历强震和台风之后，这片土地留下了不少伤痕。这次我带着一位第一次来台湾的外国朋友，在思考该带他去哪里的时候，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就是花莲。想起那里善良又热情的在地人、美丽的风景，还有藏在巷弄里的美味。透过这支影片，希望我们能一起重新想起花莲的美好，也看见它正在慢慢复原的样子。Hello， 我是阿迪，我现在人又在桃园机场了。这次来带大家看看，我们又跨国绑架了哪个人来台湾玩。A few moments later. 안녕하세요. 환영합니다. 잘 지냈어요? 네, 잘 지냈어. 马上出事，他的行李箱好像被撞坏了耶，他这个轮子完全烂掉。没有办法推，你看它这个已经歪掉了。When you left your house, was it okay? Yeah, it was okay. Maybe during the transit, yeah, it broke. It's okay. Right, then I'll have to carry it by hand. We can head back to my place first, and we'll switch our luggage for you. After that, take you to the hotel room that I booked for you. 谢谢。好的，所以我们这次跨国绑架的企划呢，我们找到的是来自韩国的 Ellie 老师。嗨 ，Ellie 的话是我之前在做韩文挑战 Amazing Talker 上面认识的老师，然后那个时候去韩国跟他拍摄，就觉得蛮开心的。然后再加上他说他很想要来台湾玩，事隔半年，找了一个机会把他带来台湾。我让他越想越不对劲，邀请 Ellie 来台湾，第一件事情。把他带回家，我知道新闻要怎么下标了。I didn't know you'll be coming today, so I didn't organize the place, so it's a little bit messy. But anyway, let's get you the new suitcase. 오, 이거 뭐예요? 이거 선물이에요. 선물? 전차? From Korea. 아, 감사합니다. 이거. 这是我之前在那个便利商店那一集有拍，然后我有在影片里面说我很喜欢这个零食，他居然就帮我买了，감사합니다。还有礼物哎，真棒！这个真的好推多了。好，那我们接着去 check in 饭店。我们 check in 了，带回家之后直接又在开房间。哦，韩国人都不会先敲门的，习俗不同。 여기 너무 예뻐요. OK， 大概就这样哦。外面景观。那因为他在台北有一些朋友想要先跟他们见面，所以他接下来2天会是自由时间，可以探索一下这个城市。然后我们等后天早上再回来接他。这次真正的目的地就是花莲。我们在出发去花莲玩之前，要先感谢本集的赞助厂商 Amazing Talker。那我能够跟 Ellie 老师认识也要感谢 Amazing Talker， 他促成了我们老师跟学生的缘分。那身为 Amazing Talker 2025年代言人兼重度使用者，我觉得他的优点就是非常的客制化，因为 Amazing Talker 上面有1万名全球线上家教，在选课的时候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或喜好去找老师，找到之后也可以直接跟老师沟通，调整上课的内容。像我之前上韩文课，就跟 Ellie 老师说，我想要拍韩文的挑战影片，结果他就真的针对这个目标帮我安排整套课程内容。另外上课的时间也是非常弹性，我出国拍摄的时候常常行程会很满，但是我还是能够直接透过平台看到老师有哪一些能够上课的时段，所以我就算正在出国，还是能瞧出时间来上课，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己的需求来学习。我觉得就是使用 Amazing Talker 最大的优点，学习起来轻松有效率。所以如果你也有学习的需求，不管是你想学语言或是其他的专业技能，都能够上 Amazing Talker 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课程。可以到平台搜寻老师，看其他学生的评价，或是用首页的推荐老师功能，输入你的需求 ，AI 3秒就快速帮你找到适合的家教。1堂课也可以买，而且不用绑约。那有兴趣的朋友们，我一样会把新用户的$10课程兑换券放在影片的资讯栏。那最后 Ellie 老师有话要跟大家说。한국어 배우고 싶으면 Ellie한테 가세요. 기다리고 있을게요. 와， 我们到花莲了。我不知道几百年没来花莲了。So we're here at 花莲 and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our 4-day trip here. We've planned a lot of good stuff, a lot of beautiful places that we'll visit. I didn't do all the work. When it comes to my channel, the one doing all the heavy lifting, it's always gonna be a cat. Hi cat， 这个是 cat。还记得他吗？就是带我去肯亚跟南极的 cat。那这次因为要招待 Ellie 来台湾玩，我就问 cat 说，你觉得我应该带她去哪里？然后 cat 就推荐说花莲就是很美，然后应该来。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为什么认识这么多人。
他也认识在花莲的那种在地，然后 expert 的，他也帮我们安排很多精彩的花莲行程。好，我们现在先去饭店放行李，然后这位就是 Cat 认识的 local expert， 他叫咖啡，然后他这次也是会跟我们一起4天的旅程。我们等一下会经过一个很有趣的地标，什么地标？那个美人山公园的入口有一个花莲米老鼠。花莲米老鼠哦，是长得有点特别的那尊吗？对，一开始大家觉得很丑，但后来有一些年轻人做很多文创周边商品，对，后来就变成花莲梗图化了。对。哦，我看到了，那个鼻子那里。哦，哇，很大，比我想象中大哎，其实好大哦。哇塞，真的是蛮不知道在干嘛。哇，这边好酷哦！这也是一个脚踏车主题的饭店，所以这边还可以免费租借脚踏车。而且这里有好多外国人哦，感觉他们是公路骑车之类的。这边有一些自行车步道的介绍。All right, your first day in 花莲。Excited? Oh, nice. 와. 대박. 너무 예뻐. 예뻐? 너도 예뻐. 哦，这2楼还可以免费租脚踏车哎，好多哦。地震是什么？去年4月3号。哦，对，才刚满桌。对，我也总觉得好像之前。那个时候我刚从意大利回来，真的是大到我躲在桌子底下好久都没有出来。然后你知道那时候我出来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出去窗户那边外面看，外面有没有建筑物倒掉。因为我是基隆人，我就说到底要什么时候开始回？今天晚上呢，还是明天一早？因为我男朋友说晚上开车的话比较不危险，因为他说有对象会有灯，比较清楚。我就想说好吧，那就晚上开好了。所以我4月2号晚上开车回基隆。哇，所以你其实不在现场。对，我不在，可是我在基隆也有感觉到摇。所以等于是你4月2号开到了最后的抒发哎。对，因为你4月3号之后你就开不了了。对，所以这次刚好就是我们在选台湾的时候就觉得可以来花莲，再加上花莲其实有很多地方，就是去年真的是准备要开幕的，就遇到这次的地震，他们就很多都经营困难，然后有很多在花莲开很久的，我知道豆花店、餐厅，甚至民宿其实都歇业。因为 Cat 有认识在花莲的 local expert 嘛，我刚刚好呢也有认识一位在花莲的 local expert。All right, Ellie, I want to introduce you. The best person I know in Hualien, and he's going to accompany us in our first day, and he'll be responsible for our first lunch here in Hualien. Oh really? Can't wait to see you. There he is. Hello. 저는大千思密达。哦，大千，大家记得吗？大千是花莲人。对，还有你来找我，拜托我平常在台北也很忙，终于有这个空闲时间可以来花莲。OK， 哎，你是我的 local expert， 你不能丢脸哦。没有关系，我只会推荐网络上非常知名的餐厅。所以如果你觉得不好吃的话，那就会有其他人去。我最近被攻击的够多了。好，我们要出发去吃午餐了。我们看大千到底是要带我们去哪里？各位观众 ，the one and only 玉里桥头臭豆腐，你吃过了吗？你有吃过吗？你有吃过吗？你有吃过吗？台湾，然后第一餐就臭豆腐，你有吃过吗？你有吃过玉里桥头臭豆腐吗？吃过，但是我 Have you ever tried stinky tofu before? Last week, last day. Last day, did you like it? 你看他昨天就吃过臭豆腐了。Did you like it? It was not fresh. Not fresh and dry. Yeah. Right? It was a little bit Because you dry. haven't tried the real one. Okay. I don't want to give you like too much expectation. I'll say like top 5 in Taiwan. 我先这样就好。那我们来吃吃看，臭豆腐就是要臭啊，它的味道很浓哦，味道是蛮。臭豆腐不臭，你就叫油豆腐就好。咖啡，这个是你会选择的店吗？身为 local expert， 你也会选择这里？我觉得它是台湾第1名的臭豆腐。台湾第1名，你讲的不要给大家太大的。哇塞，你讲的这么武断，现在讲的这么厉害，他们等下觉得很鸡巴。OK， 我们待会吃吃看。玉里臭豆腐，哦。我们刚刚发生一件事情，我已经吃快超过一半了。我没有按照录影。好，我们刚刚所有的反应呢，都已经反应过一轮了。我要生气了。I think we should ask Ellie first. 那我们来访问一下 Ellie。 Is it better than the yesterday? The one you tried yesterday? Way better. 哦 Way better, right? 哦 ，OK. The outside. Crispy outside, soft inside, juicy.
平平都是臭豆腐，每一家做出来样子还是不一样。这个外皮真的跟饼干一样脆，然后里面非常软嫩，而且重点是味道闻起来很臭，可吃到嘴里又是香的。你看这么多元的这个口感，一次满足在你的嘴巴里面爆发出来。我觉得这个绝对是我吃过这辈子这么多臭豆腐里面前3名好吃的。它整个主题是很清爽，除了泡菜之外，它还有萝卜丝，萝卜丝没有腌过，然后它的泡菜其实也是口味偏淡的，给你一个清爽，不然你只吃豆腐太腻。对，所以这个臭豆腐它就是完全是主角，它不会抢了臭豆腐的光芒。对，我觉得好厉害。我刚吃到的时候有惊呼一下。他是我本人的第1名。看是不是开始后悔？我们刚刚只点3个大盘了。我自己快吃完1盘。而且是大份的，有时候臭豆腐就会吃到最后会很油腻，可是这个我觉得他们沥油机制很强，就是完全不油。So I think there's another point because this is on the lighter side. Even a foreigner can enjoy this food. Because for a lot of them, they can't take it if it's too pungent. And also, this is still stinky. It's still stinky, but it's lighter in the taste. It's very textured in the mouth. So I think this combination lowers the threshold of foreigners enjoying stinky tofu. 好，我们现在要来吃那个凉拌的臭豆腐，你也没吃过吗？没有。开盖即食。新品。哦。完全不一样的口味。它非常扎实，好扎实的口感。我觉得来这边第一个还是要吃炸的臭豆腐。但如果你想要宅配或者是其他种吃法的话，可以点这个。我觉得这个老实说没有到那么的惊艳，但是就是也是好吃的臭豆腐。What do you think? No, this is not the fried one. Yeah, this is. You like it too? Oh, really? 잘 먹었습니다. 我没有让花莲丢脸吧？没有。We're going to see the beautiful blue ocean. 花莲。而且它离那个臭豆腐好近哦。就是来这边之后，然后走过去，马上就到了。对啊，不然我也想带你们去七星潭什么之类，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时间有限，因为等一下要拍我的影片。我帮影片预留大概8个小时的拍摄，他只给我们2个小时。这边有一个站，有人想求婚吗？想求婚吗？Ready。这边就是大地震之后，不对，就是大地震还是台风之后，反正就很多漂流木漂到岸边，然后就多到政府已经把他们想捡的捡完了，然后剩下都给民众捡，但是还捡不完，所以政府就办了某种木雕的艺术展，这边就有很多用漂流木做成的艺术品这样子。我喜欢这一只。哦，这是猫头鹰哎。I'm being loved。你上海啊？他说你很奇怪啦。什么？我很奇怪，哪里奇怪？走到海岸了，好棒哦，而且好多人哦。这边的这个漂浮木真的好多。对，因为就是地震或是台风的关系，之前这边是整片都是漂流木，就已经看不到下面的石头了。但现在好像差不多清理了干净了，就剩很多碎屑这样。到处都是木头哎，哇，这个要抵达海岸是有点困难的事情。哦，到石头区了，所以它本来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石头吗？没有，本来应该是像这样子的鹅卵石这种石头。然后后来大地震之后。就树木都倒了嘛，就被冲下山，然后又被海浪带回来这样。之前这边全部都是木头。各位观众，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这边非常著名的这个红灯塔，这是我们许多老花莲人的回忆。它也曾经出现在这个知名歌手黄大千最新的 MV 当中。如果你想要看到这个红灯塔的身影的话，可以去搜寻知名歌手黄大千最新的 MV。过得好吗？就可以看到这个非常漂亮的红灯塔以及其他花莲的美景。谢谢你哎，真的是谢谢你的分享哎。哎，那个我发现一件事情。这个是那个米老鼠吗？哎，对，没错，是这个。迪士尼。哎，它真的是梗图化了，它变成周边商品哎。好，我们再看一个景点就好。这里也太多景点了吧？你是不是在硬塞啊？没有。This one？ Yeah。就这个。这个是一颗超好糖的薯头。什么东西啊？一颗超好糖的薯头。好，如果不是这颗的话，就是我们后面那一颗。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个人睡得非常的安详。We walked in the debris.For like 10 minutes to look for this rock, and they say that. 我们来访问一下当地民众。同学，请问你是为了这个石头慕名而来的吗？对啊。为了这个超级好糖的石头慕名而来。你看，我们也在开玩笑吧？你是花莲人吗？不是，你不是。昨天查到，我一定要来这里。为什么？他特地，你是不是住什么美国还是很远的地方？
差不多。他特地从美国一样远的地方飞过来花莲，为了找这颗石头。对，那你觉得台湾的感想怎么样？还蛮好睡的。推不推荐？推荐大家来这边找一颗属于你自己的超级好糖石头。 OK， 好了，我们这边结束了，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旅程。我现在真的是全身都是汗。你们不要这么的娇生惯养好不好？我们今天没有带你们去爬山，还花什么神神错了。大仙还在继续那边唠叨，推荐啦，推荐。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诡异亚洲男准备的。这个真的很诡异耶。这是包包。哦！我觉得小偷应该不敢偷你的东西。可以啦，可以啦。我这样子能不能够得到花莲人的认可？来转身，超赞！观光客。在干嘛？同时是鸵鸟，然后还背着一个花莲的米奇。哇！大千带我来吃的是将军府，然后这一顿晚餐呢会在大千影片那边，大家可以再去看。这边就是倒掉的天王星空地，哪里啊？哦，光围起来的地方。哦，这里。对。哦，这边这一整个吗？对，就是这个三角。这个三角形。现在真的平到很像没有东西存在过一样。哇哦！天王星那个时候，你看新闻画面会觉得说哇，已经很震撼了。可是我那时候骑车经过的时候，看到他本人的样子，我还是有吓到。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大楼，大家都是直直的站好的，只有它是整个这样歪掉的。你就会觉得人家在看科幻片还是恐怖片的场景。好，我们到了隔天。今天因为大千他事业啦，大忙人，他今天还要回台北工作。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在花莲旅程呢，就是由我自己跟艾莉去约会了。You guys have fun. OK， 拜拜。잘 잤어요？ 완전. OK。好，那我们今天花莲第2天，我们要去哪里呢？来问一下 Kath。部落流水席，我们等一下会在小溪里面吃传统的阿美族。小溪里面，我没有带泳衣呢。你可以就穿短裤就好。好，然后它就在溪里就有一个餐桌。真假？엘리, 우리 한강에서 There's 한강? 한강에서 먹어요. 한강에서 밥 먹어요? 네. 너무 좋아요. 장난 아니에요. 장난 아니에요. 장난 아니에요. 사실이에요. 左手边是龙须菜田，龙须菜田，右手边是芋头田。哦，都是花莲特产。这边的特产还有什么？剥皮辣椒。对，还有什么？韭菜，吉安的话有韭菜啊。我有在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好像就在路边随便在捡野菜的感觉。对，有一个东西很好吃，其实汉人菜市场也有，它叫龙葵。龙葵？对，大家欧迪亚菜有听过吗？欧迪亚菜没有听过哎。那个阿美族语叫打毒更。打毒更。好，我们到了，这边叫做和尚餐桌。河流嘞？河流在哪里？河流中午才会去河流，然后先手做啊，要先劳动才能吃饭哦。对，我们是要做啥？现在要做杯垫，杯然后等垫，下就是部落流水席的时候就会有。这所有人来吃一定要做。它就是早上有一个体验，然后再接到中午，然后下午再做一个凳。哦，所以它是一整天的，都是这个单位，对，都在这边。今天我们会用豆树皮来做杯垫哈，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先以前他们是穿树皮衣，我会放在前面。 So basically, we take this wood, we'll chop it off into one little piece here. We'll scrape off some of the parts to create a pattern, and then we will hammer it so that it comes off, and then it will become like a sheet. And then we flatten it, and then we put it on the coaster. So in the end, it'll look like this. 끝났어요. 잘했어요. 잘했어요. 哇，你的做的好不一样哦。一个小幽灵，我的算是中规中矩。艾莉想要再多放一些装饰，这些也全部都是树皮，不同已经染色的树皮。아티스트예요? 와. 조금 아티스트예요. 와, 대박. 다 끝났어요? 네, 다 끝났어요. 보여주세요. 와. 화예요, 화. 화. 잘했어요. 我们
现在要来吃这个流水席了。那流水席本来是别的意思啊？流水席本来是板斗的意思，对，板斗的意思嘛，所以它有一点点是谐音梗啊。我一开始你讲说部落流水席，我真的以为就是部落的板斗，没有想到是真的在溪里面呢，超酷。엘리 드디어 점심 시간이 네 있어요. 너무 배고팠어. 뭐 저도. 아 진짜? 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小溪里面吃饭呢，所以要从这边下去，我们也都换成夹脚拖了。和尚餐桌哦，是这个和尚，我第一次听到以为是那个和尚。哦，那我们明年会产出尼姑啊。哇，好冰啊！那边越来越深，应该是可以到几乎膝盖的深度。这个里面是是鱼汤哎。我们现在就在用我们刚刚做的杯垫。鸡虾，这个是什么？应该是鸡、猪、鱼，然后各种菜。叶子都可以直接丢在旁边。这是杂物。It's such a long plate of food. It's a really good presentation. Yeah, I've never seen this kind. Yeah, it's a whole bamboo, like a big one, across the table. 是石头火锅。这时候叫蛇纹子。哦。哇，水滚了！他们刚刚有说石头火锅是阿美族的烹饪方式，然后他们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模式，让更多人认识。然后这个是什么？里面是这个米哦。哇，还有一整个烤面啊！那个夜市的太小吃了。真的。好听的名字叫海豚雕了。很好吃，每道菜的味道的调味都是那刚好。我们来吃吃看这个台湾雕。好鲜哦，我觉得这个鱼真的很厉害，特别是配上他们的这个红红的胡椒盐，圆圆的那个很苦，这很苦吗？这个，圆这个吗？对，圆的，真的好苦哦，这什么菜？苦切。我发现这边有3种苦瓜，这是山苦瓜，然后白苦瓜这我们比较常见，然后这是苦茄。最后来吃吃看它的饭。紫米饭，而且不会软烂。哇，真的飘过来了耶！整个这样子从上游流下来，所以直接拿一颗吗？这是槟榔造型吗？对，槟榔造型，但是我们内馅的话是用我们在地的那个树豆。这个 dining experience 真的是好特别哦。有点像绿豆糕。绿豆椪。배가 불어요? 맛있어요?儿子才撑在这里，好快哦！他没有办法下来。吃饱饭之后，可以稍微在这个河流里面走走路，其实是蛮舒服的。到这边的话，水会稍微比较深一点，大概到脚这里。好，这个就是花莲和尚餐桌的体验。All right, to our next destination. 日常做善事的结果啊，这是 crazy！ 我们刚上车，然后马上暴雨。我们刚刚如果这个暴雨，然后在那边河边吃饭啊，会有点狼狈。现在差不多3点半，然后我们已经完成了一整天的行程。我们接下来要开大概1个小时，然后到我们今天的民宿，叫做缓缓吗？缓慢。我每次都把它记成缓缓。缓慢它是在哪一区啊？丰滨乡的石梯坪。你们有看过《太阳的孩子》吗？我好像看过对，那就是在讲那片土地的故事。哦 ，OK。经过一番抗争，最近终于有回归给族人使用。早上、下午我们都是走山线，我们接下来会走到海岸线，然后缓慢就是你看得到海，然后民宿的后面就是海岸线。到了，好，我的房间。OK， 好大哦。这个房间外面就可以直接看到海，哇，有一个好大的浴缸，而且浴缸也直接可以看景观呢，
好，那这个民宿呢，它也有准备晚餐，所以待会6点我们就可以来吃晚餐了。我吃得下吗？我刚吃那个流水席，到现在还在饱。它是像这样子一盘一盘来的，我从沙拉开始。好酷哦，这样子吗？台湾族的便当。台湾族的便当，当地话叫做阿拜。阿拜。早期的原住民哈，他们要去工作，不管是上山还是下海，那以前没有保鲜膜，没有便当盒，他们用这个叶子，好，这个叶子是面包果树的叶子，把食物包起来，就可以方便携带了。蛮有趣的。It's very much like the ingredients of 粽子。我觉得跟一般的粽子比起来，它的味道比较不会到那么腻，叶子的那个香气我觉得比较浓一点，非常好吃。这边的原住民很会种一些野菜，可以吃的野菜大概多达将近有40-50种，很熟，感觉有看过昭和草。昭和草，这个叫紫贝，那昭和草又叫做飞机菜。它这里有一个烫青菜的 station， 所以这边就是刚刚他说到的各种我们可能平常不会吃过的野菜。Do you like to eat veggies? Right? Oh. It became so small. 它这3个混在一起了，其实我发现这样好像会吃不出来每个的口感。那我来吃吃看。真的是有从来没有吃过的菜味，这个有点像龙须菜的味道，然后它尾端又有一点薄荷的味道，这应该是另外一个菜了，味道不一样，有点像空心菜，但它是地瓜叶的材质，都蛮好吃的，完全可以想到它出现在花莲以外的餐厅也可以卖得动。艾莉也吃完了 ，Hotel No Fresh。我刚第一个描述的那个吃起来尾韵有点薄荷的感觉，然后龙须菜跟紫苏的混合就是这个昭和菜。好，火锅看起来是海鲜锅。这个我好像知道是什么。我们刚刚打的是构树的皮，然后这是构树花，居然这个可以吃哦！这一餐吃到了好多特别就是在地的味道。这个构树花，尤其是公的，男生要多吃。台北人来花莲吃到一堆没吃过的蔬菜是正常的吗？还是说只是我见识太浅薄？花莲的日常。那你这些野菜就是在路边摘吗？还是全联会卖？全联有些会卖，真的假的？因为全联其实会跟在地的小农合作。OK， 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到底是什么味道？软软的，它这个味道有点像某种瓜类，然后舌头会有点刺刺的感觉。我第一次遇到我这么没有办法形容的食物，这一餐吃了超级多菜。而且有很多都是没有吃过的味道。这边要补充说一个资讯，就是自从 Ellie 跟我一起在韩国拍片之后呢，因为我们在韩国拍了3支影片吧，她的学生数就是爆掉了。I do it from 9 a.m. to 12 a.m. sometimes until 9 to 12? Wow, you have too many students. Oh my gosh. Will this video get you even more students? You have to stop the students from coming. Yeah. I think after a period of hard work, you need rest. Yeah. That rhythm, I think, is very Yeah. important, so that you recharge and then you go back to your work. And also, we didn't plan it like really tight. Yeah. We have some time to take a nap. You can also sleep on the Yeah. car. For example, tonight, after dinner, it's just free time. 明天的话就是我们的第3天，我们要再去到更疗愈的地方。좋은 아침이에요. 좋은 아침. Okay, Ellie. Over the course of last night, we have a problem, and I'm going to solve that with Kath right now, and I'll let you know what we're gonna do. Okay. 好像跟你出来的时候会发生一些事情，是这样子吗？是有这个哦，不是你吗？不归我管的吗？哦，不归你管哦，了解。水泥没干，水泥没干不归你管哦。简单来说，我们的状况就是这整趟就是 Cat 跟咖啡安排的，他们就是安排了最可以体验在地的行程。我觉得有看影片到现在就会知道说，有看到很多很特别的体验，然后我们吃到很多可能花莲人才会吃到比较在地的食材。然后 Ellie 她特别也期待的一个是我们原本今天晚上的住宿叫做梯田山。它是刚好那时候70的时候一阶一阶的，对，所以它有一个梯田的感觉。然后加上他们最近又做了反省，对，然后九妹之前也去拍过。对，那九面拍之前是旧的嘛，对。反正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梯田山我们是去不了了，
原因是之前台风造成那个水泥路下方的土石被掏空，因为花莲有很多地方需要去被需要被照顾，对，所以最近才被安排到那边。然后 Cass 那个时候跟我是说，昨天是完工日，但结果它的水泥没有干透。所以他们要延长，要到5月5号才能用那条路，然后那条路是唯一可以上梯田山的路。反正讲那么多，我们今天就是不能住梯田山了。我们今天要临时再找一个住宿。那第二天为什么我们要住在环曼？就是因为它是位在石梯坪风景区里面，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叫做单面山的自然景观，我觉得可以媲美海岸线的太鲁阁。它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蛮厉害的。带外国朋友来花莲，现在没有办法去太鲁阁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我觉得太鲁阁其实在国际上面也是蛮有名的，现在因为关闭的关系，然后也希望它可以早日恢复，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去太鲁阁，所以我们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让 Ellie 可以欣赏花莲的美景。哇，멋있다。This is the right side of Taiwan, and this is the Pacific Ocean. I think this is like the highlight of this trip because it's rare to see this kind of landscape elsewhere, in Taiwan as well. Yeah, so that's what makes Hualien unique, I think. Because I've been to a lot of places in the world. I've seen so many different views, scenery, landscapes, but I find that a lot of Taiwanese people, because we're an island, so we often only go abroad when we think of travel. But there are a lot of places in Taiwan, in our own country, that is really beautiful. And I would like to show that in my video. 大家可以看这个一层一层的石头自然的纹路，非常的漂亮。Yeah, so many students recommend me to visit Taroko. Taroko Gorge, the national park itself, it is closed. Yeah. Like I just said, it's because of all of the natural disasters that happened recently. That also really affected tourism here because one of the main attractions is now closed. So less and less people are coming here. 漂亮，漂亮，漂亮！我觉得真的是要来实际走过才会知道为什么它叫石梯坪，那就是石头做的，有点像阶梯这样的感觉。아름다워요. Yeah, it is. 漂亮。漂亮。好，我们现在要到一个可以稍微踏踏海水的地方。这个石头是不稳的，喂！这里也是有很多的这种漂浮木，满地都是。Ellie， 바다 좋아요？ 좋아？ 시원해요. 이거 물 투면. 네. 海的对面是太平洋。向こうにいる敵、全部殺せば。因为花莲地震太频繁，不能有自然瓦斯，都只能叫这种一桶一桶。咖啡，我们这个景点叫什么？石门洞。石门洞。对 OK。它也叫做马吉洞。马吉洞。有一个景，它拍起来像一台 March。它有一个最佳观赏点吗？有。那边哦 ，March 洞，哈哈 ，March 洞观赏点，请向后转。好像一台 March 哦，超好笑。Ray 지금 뭐 해요？ 观众他会观众。这里就是有人在采集完海胆之后就在这边吃哦，所以有一些海胆的壳。真的哎，全部都是哎。对啊。也太新鲜了吧！这边就是阿美族的冰箱。OK，time stop。time stop。这就是地震带来的痕迹吗？对，是的。哇，旁边这里全部都是，然后这边路上都有很多挖土机。我刚刚在跟他闲聊，然后闲聊，他就开始摸我。왜 앨리씨는 변태예요? 변태 아니에요. 멋있어. 멋있어요? 然后就问我说怎么练。对了，跟大家 update 一下，我们同步在处理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住梯田山的民宿，我们后来就决定要回去住第一天的那个帕达饭店。帕达饭店。对，然后那边老板也人很好，就是临时帮我们敲出来，只有2个房间，所以變成 Cat 跟 Ellie 要住一間。앨리씨 만져 마세요. 만져 마세요. 네. 하시고요. 근데 안 돼요. 안 돼요. 안 돼요. 네. 앨리씨 자제하세요. 네. 非常感谢卡达的饭店老板愿意帮我们就是敲出来多量，因为现在其实是周末时间，然后又是连假。哦，这一整片也是吗？好严重啊。지금 조금 그냥 약간 조금 그냥 약간. 타로코 고지 같은 곳 갈 거예요. 좋아요. 네.
조금, 약간, 지금 little.好，那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景点。反正现在就是因为太鲁阁是关闭的，没有办法带 Ellie 去看，所以我就请咖啡帮我找了一个他觉得最类似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景观，然后我带空拍机来拍，就希望让大家知道带外国人来，或是你自己来花莲的话，还有这些地方是可以去的。好，我们要走这一条小路进来，它一出来呢是会先到这个海滩区，这边叫什么啊？忘记问你。Google Map 上面有人写的是天使溪，天使溪，据说是有人乱取的，但我也不确定这里叫什么。我们都说又去盐寮的海边，盐寮的海边，所以这是秘密景点。对。哦，所以在这个海滩呢，对面这里有一个桥，这边这个桥，我们要穿过这个桥。哦，好期待哦，会长怎样呢？而且这边还蛮容易抵达的，这边离我们刚刚那个民宿就是缓慢，开车大概快要1个小时左右。然后刚刚的所有的景点都是往上这样一路开上来，都可以路过的。我们这边先插播一下，想说在进去之前，先讲一下一些危险性的警告，关于这个地方。因为不管是地震或者是台风的关系，就是造成环境的改变，什么时候会溪水暴涨，跟什么时候土水崩落不是那么确定。然后再加上再往里面走会没有讯号，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的话，还是要有点安全设备，那个心理准备啦。对，一定要准备好之后，然后也要确定好天气状况之后再来，因为咖啡师有帮我们看了这些状况之后，我们现在判断是 OK， 我们才走进去的。所以想说我们在进去之前呢，先给大家这个安全性的警告。然后我会把这个警语全程都压在上面啊，希望如果有截取片段传出去的话，大家也都还是可以看到那个警语。这边有一个小溪，其实有点看得出来它的这个形状嘞，就是一个溪谷。所以这边本来是一条河吗？对，一条河。那为什么现在是干的？看天气状况，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就会是干的；如果有下雨，就是山上的水就会冲下来。这里变很多变很多。对，就是应该是台风冲蚀造成河道的改变，然后现在河流变成这样。但我现在走的地方之前都是河。哦，是哦。对，然后还有一些大石头，改变蛮多的。所以不只是地震，连那个台风都改变了这里的所有地形。对。所以之前的话，可能我是没有办法走在这条路上，因为这里全部都会是河。对，然后你可能只能走2侧的那个大石。哦，哇，但是真的看得出来，那个植被都被破坏了。It used to be all green, because of the typhoon and the earthquake. It caused landslides. Now you see, it's all barren. Yeah. But it's not supposed to look like this. So imagine everything lush, green. 这是之前的样子吗？对，这我之前来的时候。哇，也差，就是这个 right here 吗？对。也差太多了吧？That was this exact spot. How it used to look like. Yeah. Okay, we might have to cross the stream here. Can go over there and use that rock. Come to the other side. 还好啦，这 OK 啦，对啊，这个我立定跳就跳得过去了。好久没立定跳了，来，我先练习一下，练习个屁！可以啦，可以，好 ，OK，可以啊。我们决定要加强难度了。怎么样？决定要帮他加强难度。怎么样？这边是2倍宽。挑战。我如果脚都湿了怎么办？带你回去换衣服。来啊！来啊！谁怕谁？真的假的？哇，不能逼的。我跟你讲，大家可能会觉得我看起来矮子脸，我身高可是178，对，我的腿长170公分，170公分跳不过去。我觉得你可以，我们都相信你。这就算没跳，哇 ！Challenge yourself， 脚长170公分，呀，跳上瘾了。哎呦！好的，那在这一场闹剧之后呢，我想说来飞一下空拍进去，因为里面比较窄一点，然后让 Ellie 透过荧幕看一下里面的样子。你看这边这里，这整片全部都不见了。对，真的是伤害很多。可以想象现在的 Taroko Gorge 可能也差不多是长这样，就是可能比这个更惨。可能比这个更惨，还是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就是那样子弯弯曲曲的。然后如果是步道的话，然后绿意、石头，其实很壮观的。
我刚刚在翻照片啊，真的差蛮多的，就是很多大石头都不见了。我们以前随身应该可以到小膝盖。对，然后现在就是这些大石头都不见了。哇，那之前真的是要溯溪进来的。Alright, so Ellie, what do you think? 木木好酷。木木好酷。Cry? No, 好酷。好酷 ，so bitter? Very cool. 哦，好酷。好酷。好酷。Alright, 다시 돌아왔어요, 카다. 我觉得这样子安排也好了，因为卡达就是在市中心，然后我第一天晚上其实是住在大千家，所以我也没有真正住在这里，所以这样等于是我有机会可以好好的住在卡达体验一下。엘리씨 touch 마세요. touch 마세요. 부탁해요. 走路也摸我，好了，叫我再秀给他看。我的是1002。OK。哇，这个比第一天的 Ellie 那个房间大。好，来帮大家导览一下。入口进来呢，这边是一个日式厕所，就它只有马桶跟洗手台。这里的话是衣柜吧？哦，保险箱、衣柜。然后这边进来呢，超级无敌大的客厅，然后加上后面就直接是床。咚咚，这边窗帘全部打开，采光超级好。加大双人床，有一个超级大的浴缸，哇，赞啊！我在猜这应该是他们最大的房型，然后可能今天就是没有人订这个这么大的房型，所以它是空房，才可以这么临时。我们今天早上询问他，就帮我们敲出来说好，可以让我们来住这一间。感谢卡达会好好使用的，如果有喜欢骑脚踏车的朋友们，来到花莲骑脚踏车，可以考虑入住卡达哦。She's my student. Who? The girl. Really? Yeah. Oh my god. Are you sure? Yeah. Surprise, give her a surprise. 100% sure? Yeah. It would be really awkward if she does not recognize you and say that no, you're not my teacher. Do you know who I am? I know. What? Really? What? What the heck? Because it's my press. Oh really? Is she? I didn't know Wait, that. she's really your teacher? Yeah. Really? Correct teacher. An amazing talker? Yeah. 선생님이랑 학생이 만났어요. 오, 대박! 真的是太扯了，超夸张真的的，超夸张我真的不知道。那我们等一下为大家介绍这个社区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渔村，但它是一个落寞的渔村。曾经我们也是跟这片海有很大的关系。我知道大家这次会来到花莲的海域，就很高兴可以透过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我们这边的社区。OK， 叫大城新村。了解。 Please take a look at the map. Yeah. So it depicts the islands where the Dachin Islands are and all the layouts of the geography. Okay. Oh, it's really far away, Yeah, actually. It's way north than the Matu Island. Yeah. It just sits offshore to the province of Zhejiang. Wait. Is that our territory? It used to be. Oh, it used to be. Okay. Yeah, it used to be our territory. So you guys moved it to Hualien. Oh, that's the story we're about to tell you. Okay. Cool. Back in 1955. Okay.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war of Yijiangsha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ad to come up with the second plan. So that's when the Operation King Kong was forged. Under the aid of American Navy, I think it's over 30,000 people were retreated. Okay. And 17,000 Dachin people included. From the island to Taiwan? Yeah. Oh, wow. From the island. Wait, that's in 1955? Yeah. It probably is the greatest retreat history, at least in our history. Okay. After the arrival, they were divided by professions. If you're a fisherman, then you probably come here to Hualien, Dachin village. By population, probably the largest Dachin village here. 1949年，中华民国撤来台湾，然后那个时候这全部的群岛也都还是中华民国的，还是中华民国。然后到1955年才守不住了，然后这些大城的这个是老百姓撤退哦，这个大陈岛撤退是大陈岛上的居民撤退。阿姨您是2代的大城人，对，算2代。所以你是在台湾出生的，对，然后你是3代大城人，我是台湾出生第2代，所以你妈妈是在大城出生的，对，我要
像这段时间是没有人会带着老百姓来的，大部分还是会带着军人，因为军人没有打仗的价值，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你说大城的撤退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会把老百姓一起带走。哦，现在我带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大城新村的社区。我们当初因为要撤退，所以全部的人就要到乡公所去表达你到底想不想要来台湾。OK， 所以呢，我们这边也安排一个桥段，这叫大城岛乡公所来了。是有确定要来台湾的人呢，我们就会发一个叫避难登记证。请大家写一下你们的名字，代表如果你们要来台湾的话，就表示你们的意愿。大城来台反共义胞，所以这才这个义吗？呀。哦，但是你不是大城人，对，我不是。你哪里人？我是台中。啊，那你在这里干嘛？这个是一个好问题，我是他的先生。哦，对，你是 Smile 的先生。对。哦，所以你是大城女婿。对啊，你们已经领到这个证了，就是我们的义胞证。那当时长辈心里还是很不安，想说我们来台湾好吗？所以他们紧张。当他们要上船之前，旁边就有一个庙宇。对，那就跟着我脚步，他们当时就到庙里去求签了。OK， 这个是真的发生的故事吗？真的发生的故事。我们的长辈当时坎坷的心情拿了这个签，你很有戏剧张力哦，你的眼神很不错哦。这个签就在这个里面。OK， 最白的那张。这张吗？这样，嘿，以往台湾。正常的签里面怎么会有这4个字？的确是有签，你可以去网络上查，我没有说谎。弥勒菩萨一四方，济公活佛往天堂，文昌帝君台中坐，三官大帝湾内藏。所以以往台湾，所以他们在玩藏头诗。对，藏头诗就藏在里面了。什么？所以当时真的长辈看到这个就觉得啊，我放下了一个大石头，我要到台湾去。这个不是做票的吗？不是，真的是他抽到这个，真的是抽到这个签。他是不是里面所有签都是有这个签？应该不是。怎么会这么刚好写以往台湾？太扯了吧！我不确定这个是以前的，不可考的。大家拿了这个签之后，就有点安心玩的感觉。他们就说：“那我一定要到台湾。”我们是搭军舰来到台湾的。搭军舰之后呢，我们陆续把这个大城新村建造完之后呢，就有了我们第一个在台湾的房子。我现在就带大家到我们第一个房子去看看。走。这个 Smile 一直在那边自己做效果，你知道吗？这是我们的老家，我们在台湾的第一个家。OK， 大城人在台湾的第一个家。对，非常小，大概就有4到5坪，那就看你的人数。像我们家人口比较小，所以我们就分配到比较小。以前是没有。对啊，这是你的家吗？我阿公阿妈家。你的亲阿公阿妈家。阿妈。啊，你怎么把这里变成博物馆啊？对啊，这是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啊，这是你自己搞的吗？因为我想让大家认识我外婆的故事。OK， 好酷哦。然后这是我的外曾祖父母。他们也有翻译给 Ellie 听。所以你们结婚之后是住在这里吗？对，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住在2楼。哦，这就是你们现在住的家。对，我们现在住在。所以你不只是把它变博物馆，你还也住在这里。对，我们住在这里，因为对啊，之前他们就是刚来的时候嘛，那这边做一些改建，那个笑笑就想说把这边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大城的故事，还有他们家的故事，所以我们1楼都是开放给就是游客来的话，我们会导览整个村子，然后再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你们这份工作的薪水是谁给你们的？因为笑笑是自己创业嘛，所以他的资金来源可能就是自己也要有一个商业模式。所以不是从政府来的？有政府的计划哦，也有政府的。对，我们也有做计划。这个是啥？哇！它是用蓬莱米做的，所以不管你今天有没有吃东西，都不会胀气。한국크기를준비했어요。너무 감동해요。他特别有准备这个韩国的果汁。这就是你们的传统的点心。对。所以大家是可以来买这个行程的嘛？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下面，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3、2、1。欢迎来大城找我。你们没默契耶。对，欢迎来大城。这个一定是要剪进去。你要不要归算盘？我觉得你要归算盘了。我家里没有准备。欢迎来大城找我们。最后一天的晚餐，我们又回到将军府了。这个的话，我的影片应该没有，但是我们第一天晚餐就是在将军府吃的，然后是在大千的影片里面。那现在会再回来将军府的原因是，我们要去吃定制鱼肠。它是咖大的老板推荐的嘛，对不对？对，他们是很好的朋友。第一个晚上我们在这里吃的是fine dining的福酒，然后我在里面就有吃到一个很厉害的鬼头刀鱼，所以今天我们要吃的也是鱼类嘛。对，我们也是吃海鲜拉面，然后吃完饭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咖达老板在这边有一个小酒吧。哦，他还开了一个酒吧。对，他还开了一个酒吧。OK， 关系企业。好，他帮我们瞧房间，我们就帮他宣传。真的。여기 밤에 너무 예뻐요. 맞아. 너무 예뻐요. 근데 있잖아. 너도 예뻐요.
我没有骚扰他，这是我们之间的开玩笑。好，我们今天的晚餐要在这边吃定制渔场三代目。哇，好漂亮哦！这是渔网造型的天花板呢。请坐，请坐。它的这个好漂亮哦，设计。它是飞鱼，飞鱼对这边的人意义非凡。东海岸有飞鱼、捕捞、旗鱼。哦，它有青花椒的味道，感觉会是麻麻的。这个是鬼头刀鱼，它把这个叉烧做得很像猪的叉烧，但是鱼肉。非常맛있네。你是点软壳蟹？对。哇哦加面有，nice。哦，咖啡是点饭呐。哇。So yours is scallop? Scallop and some clams. 那这餐就让大家好好吃喽，就不拍摄了。这应该是我们在花莲的最后一个晚餐。咖啡，我想要问你，就是将军府的设计，它这个是本来就是古迹吗？对，日军的宿舍哦，对，保留了一段时间，就是算是花莲的文化资产。我来到这边，特别是晚上，很惊讶它多漂亮。我们现在要去卡达老板开的酒吧，哇，这里每一间店都好漂亮哦，而且它里面有一个木头的香气。这边叫做后山小酒窝，结果我们所有人都是点无酒精饮料，非常健康。我刚刚跟艾莉说我今年会结婚，然后他就说他也想结婚。哦，결혼싶어요？네? 진짜? 조금. 조금? 네. 이상형이 뭐예요? 착한 남자. 착한? handsome. handsome? 오케이, 멋있어. 그리고? muscular. muscular? 그냥 이 여자? 돼요? 네? 돼요? 你肌肉，他喜欢你肌肉。非常哎。You really don't have a boyfriend right now? 없어요? Where are you? 我之前一直都没有给大家 Ellie 的 IG， 但她既然都自己这样讲了，我们现在就是把 Ellie 的 IG 放在这边。OK， 单身优质免费的韩文老师，不是单身优质女孩 ，Ellie 的 IG 可以追起来。And then you can use your Instagram as Tinder。刚刚咖啡不是我 cue 他问，他真的自发性问我，来，咖啡你再重复一次，你刚问我什么问题？ Ellie 比较会英文，对，但我也想学韩文，但是我英文又不好，但是我就想问他也会中文的老师。OK， 这种老师是有的，你可以在 Amazon 上面就是去说 AI 的那个推荐， OK， 然后你就可以说哦，我想要学什么语言，我想要用什么语言，学什么语言，然后每个老师的页面上面也都会有，他会说几种语言，然后他可以用什么语言教什么语言。好，我们谢谢咖啡，他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他刚刚没有想要听这么多。我可能是真心想问，真心想。可以请你帮个忙。嘿，什么忙？就是我有个朋友，他在路上其实有看到你。路上？马路。OK。看到我们在拍摄，然后他还不好意思跟你说要合照什么的。但他在这边开了一间店。这是他开的店？对。有没有荣幸让你跟他这间店合照？我站在这边拍一张照，自己单独，对，然后传给他吗？对，我会传给他。可以啊，可以啊。他叫什么名字？我们都叫他二姐。二姐哦。对。二姐你好 ，Hello， 这次可惜没有吃到你们家，希望更多人来将军府的时候可以来吃你们家的卤味。芳芳家的位置就在后山小酒窝的对面。将军府这边呢，感觉还有非常非常多很有趣的店，大家如果来花莲的话，可以自己来看看。这个小鬼有来。小鬼？哦，真的哦。林书豪有来做我们。林书豪？对对对。所以他签在篮球上啊？哦，他签在这里。棒球是谁？王建民。王建民？对。王建民来住过。他有来我们这边。哦，真的哦。对。哇，这边很多名人呢。我今天要 check out 了，然后他们有邀请我说可以在这个上面签名。这边我发现它到上面这里的板子啊，也都有签名。你看上面这里 ，Good morning， 안녕， 안녕， 身体安好。OK， 没有什么背对。我们今天呢是在花莲的最后一天。我们今天的行程非常简单，我要带 Ellie 去搭赏金船，我们要出海
看看花莲最美的海水，跟我们要去追鲸鱼。但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拍下来，我们4天，我以往通常会把它分成是10支影片，但是因为我想说花莲，我想要把它浓缩成是一集真的很精彩的，所以呢，赏鲸的这个部分，我想说可以放在会员影片里面。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我跟 Ellie 去赏鲸的这个片段的话呢，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然后顺便宣传一下，我们现在频道会员有另外一个 bonus 的节目，就是 Discussion， 这个是每隔周5都会更新的一个 podcast 节目。大家如果加入会员的话呢，现在就已经有很多集可以听到了。那反正我会把加入链接放在影片的更多资讯。好，我们现在到了一个有一点看起来不知道是什么的地方。它隐藏在民宅里的麻糬店，是花莲人会吃的麻糬，会吃。哦，在地人推荐哦，真的是在一个民宅里面的感觉。这边基本的卡给有，麻糬卡给有。阿传师手工麻糬，价格的话1颗20元。花生跟芝麻。对，红豆都卖完了。红豆卖完了。Don't you say 哦？黄色是花生，黑色的是芝麻。然后在麻糬旁边是远东百货，这个是在花莲唯一的一个百货公司。那我们来吃吃看麻糬，好吃的麻糬。它的红豆刚才卖完，红豆特别好吃，红豆很好吃啊。它就是不会太甜，不会太腻。大家来如果有红豆的话，可以试试看。我没有吃到红豆。这里百货公司的人潮也是不太多。我觉得这边的店员可能都比客人还要多了。刚刚我们是从后门进来，我们去看一下前门。前门的状况好像是差不多的。这样子商场要怎么营运得下去啊？没有客人的话，我觉得这一整趟4天看下来，如果大家有一个周末，一个短短的假期的话，真的是可以考虑来花莲。这边有很多很好吃，然后也很值得看，然后住起来也很舒服的地方。而且感觉如果是平日选择来花莲的话，应该会很划算。对，因为这边的住宿平日就是会很便宜，舒服。我发现这里也会有一些在地的品牌，这应该是花莲自己人创业的，可能是香氛或是香精。我车子上用的扩香就是用他们家的。哦，是哦。可能它的香味很舒服，就不会有那种刺的味道。我家里其实有容蜡灯，我来买一个好了。水梨真的就是水梨，这是森林 forest， 我还蛮喜欢森林的。楠木，那我要买这个森林的。说这间店的老板是地震的时候，对他们买房子一阵子，然后那栋楼变危楼，就再也不能住了，他们就搬出来。那房贷怎么办？房贷要继续缴。继续缴。因为房贷是银行已经借你的钱的，所以它不可能你不能还。没有地震险吗？还是地震险有补，可是它不可能全部。但是因为银行已经借你钱了，它顶多只是让你说你可以晚一点点缴，但是你还是要缴。那个钱是就是你欠的钱了。对。你缴完之后得不到任何东西。没有。我买2个。我买2个。现在要买3个是不是？因为百货现在有一个快闪活动，就是只要3000块，因为3个你就刚好有跨3件，会送一个干燥花的相框，好不好？那我们买3个，因为我们3个人，所以刚好就1个人1个。看谁要学韩文了是不是？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吃的是在花莲的最后一餐，我其实还不知道我们要去吃什么。叫吴家商行。吴家商行。创意料理。OK。然后他们家用的米就是花莲在地的米。哦，你有吃过？我有吃过。跟着 Cap 的脚步，这栋吗？对啊。白色这个。一进来就好香哦。康卡基。你是我们之前中途的公主，然后今天回娘家。Hello。他怎么好像在跟我撒娇啊？坐下来了。我觉得好像狗狗都会蛮喜欢我的。我之前去朋友家的狗狗，好像说都会对其他人凶，但是对我都蛮好的。然后之前去复活节岛遇到的狗狗也都还蛮喜欢我的。这边食物的摆盘真的好厉害哦，很美丽。对，很美丽。对哦。Too pretty to eat. Yes, very pretty too.
다시 돌아왔어요.因为搭火车还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我不知道下次回来是什么时候。什么叫下次回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是马上会回来。马上会回来，但是太喜欢了，在下次回来之前，我必须要再吃到一次。我真的后来一直在想这个味道，再点了一次玉里臭豆腐。还是好吃。这个皮真的是脆的像饼干。饼干。我这一整趟发现咖啡超级会拍照的，它就是用很旧的一台 iPhone， 然后进去4D 调色，然后每张都超漂亮。然后我就一直在怂恿他，因为他很想要推广更多花莲有特色的店、跟住宿、跟美食。应该说自己本身爱吃爱玩，所以我就有怂恿他成功，他会开一个 IG 账号。我们这一整趟大部分有吃到、去到、玩到的地方，在那个账号里面都会有介绍。我会把咖啡新办的账号放在这边。大家如果想要持续关注花莲的观光的话，欢迎追踪 Coffee 的 IG 账号。而且艾莉也真的是认真在吃哎。我们刚刚说好只吃1块的，但他真的，他不是在客气哎。more than one。呀，맛있어요。感谢大仙的推荐，超好吃。回到花莲车站了。선물 많아요。感谢 Coffee， 谢谢。拜拜。我把它拿回来了。哈哈哈哈。엘리한테 마지막 하나 서프라이즈예요. 하나 서프라이즈. 있어요? 있어요. 뭐예요? 네, 이거요. 열어보세요. 열어봐요. 이건 뭐예요? Why is it so big? 이거 근데 이거 테리어예요? 네. 고마워요. 아니에요. 谢谢，哇，대박。因为他第一天来的时候，行李箱的轮子坏掉了。所以那个是你们的。那个其实我借他的，然后我就多跟就是我之前合作过的厂商多拿一个行李箱送他。So this suitcase, so cool. It's called Aspac. I collaborated with them before, and this is the exact model that I bring with me when I travel abroad. So this suitcase, it's traveled with me to South America, Antarctica, Italy, Paris, a lot of the different places, even Africa. Because my collaboration with them was around 2 years ago. But after hearing about your situation, they decided to give you one free. So this is somewhere. Thank you so much. 멋있어요. 괜찮아요. 네. I think you need to be a little bit more muscular. With this suitcase, it will be like very cool. You have to be like Kath. 他在隔空跟你调情。엘리 씨, 화롄 여행 어땠어요? 화롄 여행은 처음에는 조금 대만을 생각하면 보통은 타이페이를 생각을 많이 하니까 처음에는 조금 걱정이 많이 됐어요. 어떤 도시이지? 이런 생각을 많이 했는데 사진을 좀 찾아보니까 되게 자연이랑 많이 연결된 곳이라는 생각이 들었고 그 기차를 타고 화롄으로 갈 때 저는 계속 사진을 찍었거든요. 한쪽은 바다고 한쪽은 산이고 그 자연 환경이 너무 예뻐서 가는 내내 되게 감탄했고 화롄을 딱 표현하면 진짜 그냥 자연? 그 자체? 뭔가 그런 생각을 많이 했던 것 같아요. 너무 조용하고 되게 평화롭고 되게 자유로운 공간이라는 생각을 많이 했어요. 아름다워요. 아름다웠어요. 화롄 음식 어때요? 화롄 음식 제가 레이랑 간 식당들은 거의 뭔가 그 로컬 식자재를 이용한 식당이 되게 많았어요. 그리고 어떤 식당을 가도 그 직원분이 그 재료의 의미를 다 설명을 해주시는데 그걸 먹으면서 뭔가 그냥 식사를 하는 느낌이 아니라 뭔가 진짜 화롄을 그릇에 담은 느낌? 그런 느낌 들어서 식사하면서도 되게 이거 되게 특별하다 이런 생각을 했던 것 같아요. 그리고 엄청 맛있었어요. 근데 취두부 괜찮았어요? 취두부는 처음엔 조금 무서웠어요. 왜냐면 어떤 상상하면 막 냄새나고 그럴 것 같았는데 네. 처음에 냄새 맡았을 때 생각보다 나쁘지 않았어요. 그리고 먹었는데 그 겉바 속촉 완전 겉에는 크리스피하고 안에는 완전 촉촉하고 그 소스랑 엄청 잘 어우러져서 너무 맛있게 먹었고 그래서 뭔가 대만 사람들이 취두부를 왜 이렇게 좋아하는지 좀 엄청 이해가 됐어요. 그래서 2번이나 먹었어요. 네. 무슨 음식 최고? 무슨 음식 최고였어요? 네. 사실 다 맛있었지만 제일 특별했던 건
그 광푸에서 먹은 그 전통 음식? 강에서 먹었어요, 우리가. 네. 강에 물에 발을 담그고 네. 그 화롄의 자연에서 온 식자재를 이용한 음식을 먹었는데 눈으로 보기에도 너무 예뻤고 자연 풍경도 너무 예뻤고 네. 그냥 그 모든 게 다 어우러져서 너무 행복했던 기억이 있어서 모두 다 맛있었지만 그게 좀 더 특별한 느낌? 있었던 것 같아요. 화롄 사람들에게 하고 싶을 만 뭐예요? 일단 화롄이 좀 최근에 좀 안 좋은 일이 많이 있었잖아요. 지진도 있고. 그래서 뭔가 우리 여행을 하면서 그런 영향들을 많이 볼 수 있었어요. 그래서 그것 때문에 뭔가 피해를 입고 있는 상인분들도 계신 것 같고 그런데 그래서 빨리 그런 피해가 복구돼서 화롄에 많은 관광객분들이 와서 이 아름다운 화롄을 많이 즐겨줬으면 좋겠고 좀 잘 됐으면 좋겠습니다. 네, 네. 한국 사람들한테 화롄을 추천해요? 완전 너무 추천하고 뭔가 그 전형적인 여행에서 벗어난 느낌? 화롄은 진짜 특별한 도시예요. 그래서 뭔가 좀 힐링이 필요하거나 뭔가 좀 새로운 경험을 하고 싶다. 근데 뭔가 자연과 연결된? 그러면 꼭 화롄에 와서 제가 레이랑 갔던 모든 곳과 모든 식당을 똑같이 따라하면 진짜 특별한 경험이 될 것 같아요. 네. 그리고 엄청 힐링이 되는 그런 경험을 하실 수 있을 거예요. 그래서 진짜 한번 꼭 와봤으면 좋겠고 그 나중에 타로코 거기가 국립공원? 거기가 다시 복구가 되면 거기도 꼭 방문해보면 너무 좋을 것 같아요. 꼭 오세요. 꼭 오세요. 꼭 오세요.